要的回龙汤，你能醒过来吗？林阳，别不识抬举，拆迁协议的字你都签了，再按个手印怎么了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在你这种垃圾身上浪费3年。说的不错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蠢，那是你们骗我。蒋薇薇，是你利用我的信任，拿走了院长爷爷留下的房子和孤儿院。那你去告啊！你有证据吗？看看你现在，连个住处都没有，还想阻挠我们天浩哥？赶紧摁完手印，滚啊！做梦！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你们就别想拆了孤儿院，见什么狗屁掌管！自己跟条死狗一样趴在这儿，还认不清现实？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在我们陈少这儿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臭虫简单。他不摁，那就帮他摁，抓紧弄完，别误了周家要求的时间。小子，还真是不识抬举，得罪了陈少。你以为这江州还能有你立足之地？院长，陈家家大业大，我斗不过他们，只留下了您给我的这面镜子。什么东西？血！鬼火！院长！啊！公主，您忘了，先皇在位时，有人曾借敬神之说祸乱朝纲，陛下一直对此深恶痛绝。咱们刚在这儿给陛下处理完伤，您就整这些，怕什么？丞相通敌叛国，在皇城各处水源投毒，皇姐受伤，城中缺水缺粮，要不求得神明降雨，还怎么等到镇北侯驰援？可是公主，大旱这么久，雨季都过去了，怎么可能会有奇迹？皇姐她受伤还要安抚朝政，我总要帮。如意，你记得皇姐换下的染血丝绢放在哪儿吗？公主，你快看，水！大周皇朝？难道昨晚不是吗？我真与那大周公主一夜。不对啊，才1夜的时间，这河水哪儿去了？难道一整条河全被这铜镜给吞了？院长爷爷曾特别叮嘱这铜镜不能卖，还真有秘密。什么？真的是水！太好了，公主！丞相投敌绝了城内的水源，肯定想不到公主能求来圣水。太好了，大周有救了！快让人来取水！是。怎么没了？公主，这……先出去！记住了，今天的事谁也不许往外说。公主，你别担心，水虽然停了，但是收集的也够全城用上1个月了。如意，你快来拖一下。公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神明停了水，肯定是提醒我们要还愿。
求镜中的神明能眷顾大周，除了水，再赐些粮草，让大周安然度过此次灾祸。王姐送我的玉雕呢？神明现世了！哎呀，如意，你怎么睡着了？公主，刚才……别说了，快跟我去取黄纸朱砂，我要重写祭文，求神明赐粮草。怎么又是古文字？求水、食物、送珍宝，大部分都不认识啊。送珍宝。这镜子吞了河水，就有珍宝拿出，难不成这是指引要拿水和食物来交换？可我哪来的钱去换这么多食物？对了，我上这鉴宝节目不就行了？不花钱也能查验真假。又砸！刚才不是说可能是真的吗？你懂什么？谁敢拿周老名声搞事儿？怎么可能砸错？也是，这节目的所有者是江州第一大家族的周家，就算砸错了也赔得起。下面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藏宝人登场。欢迎几位，同时再次感谢鉴宝协会陈四海会长的公子能现身节目倾力支持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参加节目了？就是，这节目组真是饿了，收破烂的都能登台了。看他那个号250，真是人如其号。这废物真是阴魂不散，居然还敢跑到电视台来纠缠我。在几位亮宝之前，我再强调一遍节目规则。上场前已经签署了珍宝生死状，若鉴定结果为假，将有几位老师当场砸毁。当然，要是砸错，节目组10倍赔偿。明白，小伙子你就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开始吧。我这可是佳士得想拍我都没给的珍品，你那算什么？先看我的，我这可是祖传的宝贝，故宫都收录不上。好的，大爷，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二老的珍藏。像这种一眼假的东西，就别拿来丢人现眼了。你放屁！什么狗屁专家？你懂不懂？喂，你们怎么说话的？什么东西？你看看这釉面，这光泽，10几万收的，到你这儿就变假的了。陈公子虽年少，可也是鉴宝世家出来的。你不信就自己念下底牌。微波炉专用啊？怎么了？你别管这字儿，看这器型，故宫一个我一个，还让我读底牌。照你们这么说，我南宋的微波炉还是假的了？还有我这个，这通通都哪儿假了？今天要说不出个字丑寅卯，我抽你我！你这丫头看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爷爷，您不是正忙着查找大周皇朝的历史痕迹吗？怎么有空来这儿？有人发掘了一幅石刻残图，疑似是与大周皇朝有关。我过来取些史料对照。倒是你这丫头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还不是您交代整办的这个一锤定宝的节目，是真精彩。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藏宝人，据说他的藏品能弥补历史的空缺。大家好，我叫林阳，这是我拿来的，这东西看着十分精美，不知道什么？这雕刻图样？爷爷，您怎么了？这是大周皇朝的东西。什么？他居然真是来鉴宝的！就这人穿成这样来参加节目，手里的能是宝贝吗？应该是剧本吧，给节目赚噱头。不过这玉雕看着倒是挺精美的。本人专精字画，这玉石还是二位决断吧。我倒是对金玉有所研究，这玉雕的材质上乘，
只是这雕刻风格恕我学识浅薄，历朝历代的玉器花纹中，我倒是还没见过。陈少，令尊倒是对玉器一列尤为喜爱，不知王大师，您不用这么重视，这人有多少斤两我了解，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孤儿院出来的能拿出什么？杨薇薇，还请大家安静，一切由各位专家来决断。这东西不用看了，摸着还烫手呢。不说别的，就历朝历代都没出现过的雕刻花样，这东西能是老的吗？这人还真是个250啊，来碰运气都不知道拿个高仿的。蠢货一个，就他能懂是吗？高仿的都拿不出来。都看到了，随便拿个地摊货就想过来浑水摸鱼，还是多学2年吧。货都没看，你凭什么直接说不是？我这是大周皇朝的东西。哈哈哈哈！什么大周皇朝？两位有听说过吗？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你哪怕随便蒙个朝代也行啊，扯这个谎，我有祖证，不识抬举。你要是真能证明这东西跟那什么狗屁的大周皇朝有关，老子就给你下跪道歉。要是证明不了，那就跪下，从这儿爬出去。我这里有。你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手滑了。好大的胆子！正愁没有宝贝证明大周皇朝的存在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件瑰宝，他居然砸了！陈四海那老东西呢？谁让这王八蛋来的？爷爷，您说这东西是真的？没错，那花纹样式是皇室专用。马上打电话，让他们立刻停止录制，把玉雕碎屑给保护起来。爷爷，您忘了，这节目您当初下了死命令的，防止有人利用节目直播时炒作。一经开始，所有人手机必须关机，统一看守。来不及了，小雪，马上跟我到楼下演播厅，我非撕了这王八蛋！你做什么？你是忘了这节目规则吧？只要鉴定结果为假，就该砸。假的，不可能！林先生，别动怒，毕竟咱们的节目宗旨就是去伪存真。你要是没有别的藏品，那还请先退场。站住！他要是不认，也可以随便拿着碎屑到鉴宝协会鉴定，但现在他要跪下，从这里爬出去。真是废物，想在我们天浩哥面前耍幌子。算你踢到铁板了，还不赶紧跪下，爬出去！主持人，我想问一下，这节目是现场直播吗？没错，因为这节目受各方关注，为了方便各位出手买卖，全部采用实况直播。废物，你是不是不服气？那就继续拿东西鉴定啊！不过你也拿不出什么了吧？这节目受各方关注，只要有1人能看出端倪，这钱全都能追回来，而且是10倍。希望这宝镜通灵再送些宝贝出来。我保证今天会供奉上更多的水源和食物。公主，咱们真要这么做吗？要是被陛下知道了……求水的祭文，我偷偷盖了皇姐的玉玺大印。刚才没求到粮草，肯定是缺了这个。现在咱们把玉玺都偷来了，肯定会再次出现奇迹。如意，你快看！神明真的很喜欢这些，都拿走了。快，我们赶紧把玉玺烧表文。还有吗？接着拿呀！这脆响平时想听还听不连贯的。当然有，要是证明了是真的，你到时候别心疼。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真把自己那堆破烂当宝贝了，还想拿补偿？想拿补偿？真是蠢货！别说有那协议在，砸了白砸。就算没有这点破烂，凭我的身价也能连砸3天3夜。还不死心？老子今天就让你认命！王八蛋，你给我住手！周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林阳人呢？
陈少，是不是这废物捣乱，让周老生气了？周老，您别生气，都是这小子不知死活，弄一堆破烂来砸场子，我这就让人把他赶出去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砸了这么多？谁干的？这玉簪纹路太少了。小友，像刚才那个仿品玉雕，你还有吗？相似的也行，让老夫再看看那雕琢纹路。你说是仿的？这碎成这样，老夫也不能确定了。这玉簪虽然不错，可纹路稀少，是不是大周的东西，还需细细斟酌。要是能有件完整的物雕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既然周老想看，晚辈尽量满足。神明，这个不行！啥玩意儿啊？怎么还是温热的？还有股香味儿。这咋拿出来？周老，您看到了吧？这废物装神弄鬼往麻袋里钻，要是真有东西，能吓成这样？那照你的意思，刚才的玉簪是老夫打眼了？不，都是他胡编乱扯，杜造了个大周皇朝出来，哪有这么个朝代？摆明了是来捣乱的。哼！亏你爹还是陈四海，就算认不清朝代，那这玉料呢？你也看不出？我不是我。周老，您误会了，陈少也是怕您被这废物骗了。张口闭口废物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他前女友，不过我早就擦亮眼睛离开了。这废物我了解得很，就是个孤儿，一身臭毛病，就算拿出东西，肯定也是在哪儿偷的。没错，这废物昨天还在公园露宿，今天说不定是受人指使来找事儿的。我来找谁？你是说我串通了你，让你来这儿节目砸我的东西吗？不然呢？连陈少都没听说过的什么朝代，你从哪儿知道的？他草包跟我知道这些有1毛钱关系吗？林阳，你都心虚到钻到麻袋里了，还狡辩什么？有本事就接着拿东西出来啊！拿就拿。周老，请您上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笑死我！这就是你说的宝贝，刚买的内衣。林阳，我看你真是精虫上脑了，还要不要脸？当着这么多人，居然拿这种东西！爷爷，你之前是不是着急看错了？这人就是个浪荡子嘛！让这种货色登台，节目组这次失算了。笑死了！拿情趣内衣来鉴宝，还是在周老面前，这人怕不是心理变态吧？我刚才拿到的不是这个东西啊！难道没有及时献上食物，引起了童静的不满？林阳，你果然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连你拿出来的东西也是这样。你懂个屁！周老都没说什么，你倒先叫上了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还想拿这个污了周老的眼？就是，也就你这蠢货会把这种东西当宝贝。爷爷，我们走吧。看来这次是您求证心切，看错了。周小姐，你说这东西不是？废话，现在出土的绸丝总的才几件，还能随便用手抓？你这件确实看着太新了，果然是蠢货，连点常识都没有。看你这次怎么死！周老，对这种人不值得动气，不用您费心，我这就让人把他赶出去。住手！周老，对这种人可不能慈悲心肠，必须严惩。是啊，孤儿院出来就是贱胚子，千万别放过。够了，杨薇薇，你和我都是孤儿院出来的，我是贱骨，你又比我高贵到哪去？你放屁！我怎么可能跟那种烂地方扯上关系？不过是个无家可归的杂碎，现在有什么可？行了。小雪，先派人清场吧。除了鉴宝协会在场的几位，先让其他人回避吧。知道了，爷爷。你们几个去安排一下。啊！我也要出去？怎么？你在鉴宝协会任职？
既然周老开口了，你就先出去。放心，我一样给那废物好看。像这种只会拿着情趣内衣取乐的变态，千万别给他留影。周老，这种安杂的东西怎么能沾您的手呢？我来就行。废物，赶紧拿过来烧了，别脏了周老的眼。你懂个屁！周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爷爷，难道这东西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废物怎么可能有真东西？小友，能不能让老头子细瞧瞧？周老请。是了，周老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这种绸缎这么新，怎么可能是古董？肯定是假的。就你这狗肚子里没有2两油的草包，懂个屁呀！绝对没错。金丝作尾，银线雕翎，点睛用的是已经绝种的红鳞玉，整体的丝织更是奢侈。这是天山血蚕独有的产物，水火不侵，是只有大周皇室才能享有的物品。什么？真是血蚕丝？去年佳士得巴掌大一块就开出了天价，更何况这块保存如此完整，这是绝技的宝贝啊！可不止，这金丝银线的绣艺，还有红鳞玉，拿开来说也算得上是孤本了。只是这绣样，就是翻遍24史也没见过。这是我周家找寻了3代，老夫才有所了解。等史料充足，我们也能为整部古史再填一页。难道前段时间说周家支持了林州古迹的开挖，是真的？不错，我爷爷为证明大周的存在，准备明天召开发布会。几位，我打断一下，既然证明这是真的，那刚才的赌约是不是也该算算了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别以为能唬住他们你就赢了，本少可不上你的当。够了，老夫这是给你留着脸呢。要不是看你爹的面子，我就不会让小雪清场了。周老，你不能！哼，你想清楚，要是真把这些碎屑拿去筛查清了，丢的可是你爹的脸。陈天昊，你瞒着我爷爷私自来做首席鉴宝，就已经犯了法。你不认赔，坏的也是我们周氏的信任。别以为我会放过你。皇室的玉器哪件不是100万起步？砸的这7件，10倍赔偿，少说也要7000万。我这卡里只有3000多万，3000多万，行吧，也算证明陈少认输了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那确实早了点。不过既然陈少认输了，还请照刚才说的跪下，从这里爬出去。你敢！废物！你别忘了，你只是得了一时的威风。这就不劳陈少费心了。爬吧。你做梦！那这样，咱们就好好算算损失吧。刚才总共砸了我7件宝贝，就算一件1000万，那10倍也要7000万。这么说，陈少准备付钱了？我没钱，7000万，那是我陈家所有的流动资金。陈天昊，你也算是个世家子弟，在这耍泼离无赖，你觉得有用吗？既然你们有私下交易，我可以保证，只要林小友不追究，我周家也不会拿规矩说事。你们，我说陈少，4000万优惠啊，够可以了。你要是不同意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给我等着！周小姐，这倒是要麻烦你帮我换张卡存钱了。陈家的人，我可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信誉。林先生，你难道不怕被他陈家报复？在他把爪子伸向孤儿院地皮的时候，我跟他注定没有和解的可能。孤儿院地皮是城南那家，我看过那份合同，拆迁人不是姓杨吗？陈少，您怎么出来了？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哼！既然你们要召开发布会，别忘了我爹可是这鉴宝协会会长，想证明一个王朝的历史，没有我陈家支持，就算你是这江州霸主，别想唱好这条戏。原来是这样。林小友尽管放心，我周家也有爱心工程，重建孤儿院的事不用担心，有小雪监管。多谢周老。算不得什么，要是小友方便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赏脸到周家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什么？您说周家是大周的皇室后裔？不瞒小友说，我们祖上本是复姓上官，国破之后，为了躲避战乱，
才以大周做了行事。也是因为这祖训，我爷爷才会不遗余力去证明大周皇朝在历史上的痕迹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周老，肚兜确实不雅，您请我来是为了这根玉簪吧？老夫知道，是我周家这节目损毁了小友的那些宝贝，可老头子还是厚着脸皮想让小友割爱。我们太需要这些雕纹物饰来证明大周的存在了。林先生，您放心，无论您开什么价，我周家都满足，哪怕是租也可以。爷爷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明天的发布会能万无一失。好说，这簪子就算我送给周老的了。小友，这怎么可以？今天要不是两位，我哪里能拿到这些钱？至于带雕纹的物品倒是还有，不过得等明天了。好，不管小友能拿出多少，我全都一枪打尽。明天的发布会就看小友的了。得抓紧给铜镜献实物了，只要能换出宝贝，周家这笔款可少不了。今天也来体验一把不看价格的疯狂采购。先生，这些都要，您确定？刷卡，今天所有的饰品区我全包了。先生您放心，主管特意吩咐了，您随便挑，到时候我派专人专车给您送到府上。行了，那就这些吧。那地址？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这样吧，先把东西存这儿，等我先买套房，你们再算。我们这套房子全款可要2000多万，你确定要买？没错，刷卡。刷卡成功。哥，这别墅内所有物品的说明书全在这儿。当然，您要是不满意，我马上回去挑选3名高级保姆。啊不，我亲自过来照顾您的起居。保姆和你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嘞，哥，您看还有啥不满意的，我马上让人置换。满意，不过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。嘿，还是全英文的，我怎么把重要事给忘了？这钱1天就花完了，得赶紧献计换东西了。好了，就把东西都送来吧。最后一箱，总算是搬完了。镜子这么小，难道要一件一件往里面放？啊，这就行了？神明，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，求再降下神迹，让我们大周渡过难关。公主，您确定这是正经什么？他居然抢您的肚兜！嘘，你小声点，万一触怒了神明怎么办？只要能帮我们大周渡过这场劫难，肚兜算什么？就算让我献祭给神明都可以。公主，你快看，太好了，神明又显灵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们求的不是吃食吗？公主，你快看玉玺，神明，你又来！等一下，又来？我还不信呢！是你？那次果然不只是梦。你就是神明吗？看起来和我们蛮像的哎，就是头发和衣服有点奇怪。神明？没错，你肯定是神明，腰间还藏了法宝戳我。等一下，那个不能抓。你说你是大周皇朝的公主？那我怎么成你们供奉的镜子神？神明你就不要拐弯抹角了，你刚刚不是还赐给了我们一堆这种东西吗？这些东西全落在了你所在的朝代。原来这铜镜不是献祭置换，而是真的连接着一个古代王朝。神明，你搞错了，我们求的是吃食，你送来一堆花花绿绿的饰品，我们用不上。什么饰品？这都是拿来吃的。呸！神明你唬我，这东西怎么能吃嘛？哪有你这样吃的？得先撕开，然后……尝尝。这
这不太好吧？怕什么？味道不错，而且这东西热量高，可以快速补充能量。你试试。味道怪怪的。那什么，你要是不习惯，我再帮你找些别的。神明，你是不是要出寝宫？带上我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在这儿害怕。带上他？可这一身打扮太引人注目了，万一被人发现他没有身份，那就糟了。想出去，那就等读通了这些神界规则。在这前，可千万别让外人知道你的身份。神明，我会努力的。你慢慢看，我回房间休息一下。这一天天的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怪事一件接一件，跟做梦一样。这些异语文字就是神界规则吗？我一定要快速读完，然后请神明出手，帮大周度过灾劫。发生什么了？怎么有煤气味？糟了，那丫头该不会要把这房子炸了吧？神明，你尝尝这黄焖赤子，还有万福肉，我在地宫和神厨沈三娘学过些，你尝尝合不合口味？等一下，你不是古代人吗？这可是现代厨房，你怎么会用这些东西的？古代、现代，神明，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会用屋里这些东西的？你之前在宫里见过？我是第一次见这些东西。不过神明，你说的那些神界规则，我看得懂哎。神明，你没事吧？快喝点水。你看得懂？那可是全英文。这些文字和我们域外的文字很像，曾有异域商人来大周，我跟着学过一些。你说的异域商人是谁？该不会是马可波罗吧？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了。大周出了叛徒，皇城被敌人围困，没有粮草，根本不知道能撑多久。神明，我想求你帮我们大周渡过难关。我？神明，你上次显露神迹，解决了我们的水源问题，你能变出这么多粮草，肯定能帮我们解决。只要你肯答应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？做什么都可以？好，看你遭受战乱，实在可怜。我这里有本神书，名为《孙子兵法》，可以帮你解决战乱，一统天下。不要9998，不要398，一箱玉雕我送你了。兵书《孙子兵法》，可是神明，这几个字虽然缺胳膊少腿的，但是是不是该念作《金瓶梅》？拿错了，这样，3本打包价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2箱珠宝让你统统带走。畜生啊，真是畜生啊！好好一个大美女在身边，我居然自己说要睡沙发。神明，你醒了？你昨天说大周的困境只需要补充粮草就行了吗？有神灵给我的兵书，有充足的粮草，只要能坚持到镇北侯回援就行。如果那位镇北侯早已经和敌军联盟呢？这……我就是随口一说，这是昨天让佳吉送来的一件女装。你换了衣服，我带你出门采购粮草。送我的？神明，你盯着我干什么？我是不是不太适合这些神界服饰？没有。这就是神界吗？路是硬的，马车是没有马的，房子高的跟通天柱一样，就是这天没有我们的蓝。这些你都说了一路了，走吧，别看了，该进去了。我好奇嘛，神明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不是说了要带你采购粮草吗？进去随便选，今天
全由林公子买单。申明，你快看，这路能自己走。别看了，把路堵死了都要！快走快走！想吃面？我好像又饿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先……神明，我来就好。好歹我陪黄姐微服私访过，这点事儿我门儿清。但愿吧。小二，上菜。您歇着，我来。走吧，满足你的愿望，好好看看这个商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累死我了！哈哈，叫你平时不锻炼，现在不行了吧？哎，你干嘛？放我下来！神明，你说这样一个东西就能保护我？那当然了，就算是彪形大汉，嚯，居然买了这么多！神明，这是我刚泡的茶，你尝尝。在商场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神明，谢谢你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神明，我虽然不是第一次，但还是有点紧张。别紧张，都是成年人，这种事儿你经历过一次，下次就会好很多。神明，我回大周把东西交给黄姐后，还能再来吗？我不想离开你。林先生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我派人来接您。接我？我操，把这发布会给忘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恐怕你暂时还不能走，你得先帮我参加一场发布会。我也可以帮忙，神明，我都听你的。那你手里还有能代表大周的东西吗？周家是大周遗属，算起来也是帮他的后代。有一枚玉玺，还有我的公主服饰。够了，我们走。陈少，您是不知道那废物有多嚣张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放过那废物的。林阳，林阳，谁允许你来这里的？你可真够阴魂不散的。这种地方邀请的都是我们陈少这种显贵，不是你这种下等人能来的。哎，你连点做丫鬟的气质都没有，哪就显得你高贵了？你都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说什么？微微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跟他们动什么怒？没想到江州还有这种美女，可惜啊，眼神不好，先被这废物拱上了。陈少，您怎么能对这种家伙感兴趣？哎呀，微微，我就是要把这废物有关的东西都拿走，让他知道，在这江州，他连个屁都算不是。只要你肯陪我一晚，这废物给你多少钱，我出10倍，怎么样？糟了，我忘了这不是在地宫。神明，我没问你就动手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没事儿，你手不疼就行。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我们陈少这是看得起你，你竟然敢动手！不碍事，带刺儿的花征服起来才够味儿。只要肯爬上本少的床，这巴掌就算了，否则你走不出江州。我真的忍不了了！
什么？哎呦，陈少！什么人啊？本公主好歹是骑过战马、挽过大弓的，你调戏本公主？你敢对本少动手？打你都算轻的，就你这行为被我皇姐知道，高低判你个宫刑，放肆！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，轮得到你们撒野？保安，保安呢？不好意思，申明，我忘了这是在神界，不会给你造成麻烦吧？不会，毕竟这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，是有人耍流氓，你这顶多正当防卫。废物，你就笑吧，今天本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敢在周家地盘闹事儿，真是记吃不记打。忘记之前被节目现场赶出去了？上次是我被赶出去，你的陈少是没和你说吗？说什么？够了，废物！上次你也就是靠花言巧语把他们给诓了，以为今天还有这狗屎运？那关你屁事儿！今天是周家请我来，和你有半毛钱关系？周家会请你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还真当自己是香饽饽了？你们保安怎么做事的？没听见陈少说的吗？你们就这样放任这废物混进场内捣乱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问您有入场券吗？什么入场券？周雪请我过来没说过。蠢货，不打自招了，还周总亲自请你过来，你有那么大脸面吗？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废物丢出去！谁敢？周老，您来的正好，这废物想混进发布会，图谋不轨。没错，他还说是周小姐请他来的。林先生说的不错。什么？周总，这废物平日里就鬼话连篇，您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对林先生尚且礼义有加，你一口一个废物，真当我周家好脾气？周雪，我知道你平日里就看不惯我，可这废物一点背景都没有，你会请他？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明明是这废物！看你才是废物！你给我闭嘴！陈某教子无方，跟二位赔个不是，今天先失陪，以后定当登门道歉。你们两个给我出来！神明真不愧是神明，手都不用就能把这些虾兵蟹将全都清扫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小友，不要被这些杂事影响心情。小雪，你安排林小友进场吧。我没打招呼就带了一位朋友过来，这不麻烦，让小雪安排一下就是了。爸，你干什么？刚才明明受委屈的是我。我陈四海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儿子？你当众驳了周家脸面，还有之前那件事，周家肯定会借口敲打你。那我怎么办？这件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周家不是想证明所谓的大周皇朝吗？他们太自信，现在的残疾能证明什么？如果没有有力证据，到时候还不得指望我这个鉴宝协会会长？那又怎么样？周家还不是会给那废物撑腰？不过是拿了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什么都证明不了，怎么还会给那废物撑腰？到时候我来给周家镇场。真的有那个什么大周皇朝？我怎么从没听您说起过？哼，平日里就让你多看多学不听，以后少给我勾搭女人。我宣布，大周一季发布会正式开始。先由我周家抛砖引玉，大家请看。这玉碗，大家可以看到周边刻有大周独有的皇族纹饰。哎呦，这玉碗确实大开门，上面云纹雕动，与那大周史料残片一般无二啊！肯定是皇族公主才能专享的餐具。不对，东西是真的，不过像这样贵重的，肯定只有皇帝才能用。怎么了？神明，这个好像是我们家的猫食碗，怎么这里也有？嘘，可别乱说。想必这幅就是周老祖传的那幅女帝图吧？不错，这幅图刻画了大周皇朝的最后一位女帝。画纸用墨确实像是皇室御用的东西。这一大一小的阴阳轴，民间也叫子母轴，也是大周独有的特色。话是老的，
可惜那画中的神韵还是弱了几分吧。想必是最后一代女帝，兵荒马乱，宫中没有好画家了。公主，都怪您乱动，让我都画偏了。您不能嫌我画的不好，我可是临摹好久才能沾上几丝无画圣的气韵。这不是如意画给我的图吗？我哪儿当过女帝？你说真的？神明，我可以保证，皇姐的画像都是吴画圣亲自能比的。这个是跟我从小长大的丫鬟画的。下面就请各位将能证明的珍藏请上来吧。今天过后，我想大家也能让这整部古史再填一页了。我同意周小姐说的，大家都是为了大周皇朝祖政而来。我也提议，这种青史留名的机会，只留给有贡献价值的人。要是有人拿不出珍藏，就自己滚出这发布会。陈会长，既然都是为了重现大周的繁华，这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吧。周老，人心难测，总有些东西不知天高地厚，要是日后连累了咱们，可就不好了。陈会长说的是啊，我也同意。诸位要是没东西拿，就自己离开，别自讨没趣。林小友，这我让小雪先把玉簪先给你拿过来。放心吧，周老，东西我带了。哼，一个黄毛小子，立足的地方都没有，能拿出什么？够了！陈会长要是有珍藏，就请开始展示吧。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。陈某也不是来砸场子的，只是不想有些小人白白得了便宜。我这是一方平底双脚的青铜尊，是大周皇朝不可多得一支礼器。这东西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什么。像古代有七尊、象尊，都是了不得的礼器。这件啊，是我陈家家传几代的至宝，七尊中的清绝尊，记录了我陈家祖上的生平，更刻有当时的大周皇朝纪年。什么？七尊，那可是自商周便有的礼器啊，非皇室重臣不可用。陈家祖上了不得。不止，陈会长可说了有刻画皇朝纪年，价值不可肯量啊！诸位别激动，我这平日里喜欢品味大周皇朝的气韵，就常用它饮酒，这字迹也便越来越明显。你怎么了？神明，我告诉你，小贝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你手中有比这清绝尊更好的东西？敢这样取笑陈某？林小友，怎么了？周老，不是陈某不讲情面，实在是有些人太过无知，请周老让他滚蛋，否则这清绝尊也没必要看了。这林小友可是看出了什么不妥？小子，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自觉点，滚出场外。没别的意思，陈大师拿的确实是件真东西，就是好笑了。小子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孤儿院出来的东西，也想针对我陈家？喂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拿的东西可笑，为什么不能笑？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？周老，你难道要这些杂碎毁了这场发布会？林小友，你和这位姑娘有什么见解吗？周老，东西是老的，但是这位陈会长的使用方式就十分可色了。哼，我陈家祖传的饮酒礼器，我就乐意拿它饮酒，感受古人风云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还请周王将他驱逐出去，要不然就是我走。你说这是饮酒礼器，你难道就没发现它只有2足吗？不错，这本是3足尊，肯定是历代流传中磕掉一条腿，可那有什么，掩盖不了我陈家的辉煌。错了，那不是3足，断掉的那处是一条鼠尾柄，是抓握用的。而且据我所知，大周皇朝可没有用这种青铜尊记录名士生平的先例，只有一样东西会用来记录一个人的过往。什么东西？是了，我记得在部分残页上看过，确实只有一样东西才会拿来记录，是一种鼠尾叶壶，而且记录只有叛国的奴隶。放屁！一个黄毛丫头，一个孤儿，懂个屁的古玩！大周皇朝史料才多少？不是专业人士，听都没听说过，凭什么认定就是他说的鼠尾柄？你怎么知道林先生不专业？别忘了上次鉴宝大会，你的宝贝儿子可把人家的藏品砸了不少，就剩了条大周的玉簪。那个玉簪连纹路都没几条，能证明得了什么？你，哼！别想转移话题，想让我认可，
就拿出能彻底证明大周皇朝的东西。要是真的，我1000万奉上；要不然就让这小子给我滚蛋。好吧，虽然赌博不好，但是要说用来证明大周皇朝，也没有什么比过他了。这里面就一件，正是大周皇朝的传国玉玺。什么？传国玉玺？这东西居然没有失传！什么？玉玺？小雪，快去宣旨拓印！哼，大周皇朝连史料传下来的也不过是残篇，怎么可有玉玺留下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这玉石材料可不像凡品，还有雕纹，和那些大周残片属同宗的。凡是老物品，哪个没点岁月痕迹？你看这个，跟新的一样。那怎么了？只能说明保存的好。哼，说那么多，我倒要看看他踏出来是个什么东西。这枚印章的土字缺一横。是啊，周老，这可是大周皇朝的玉玺，怎么可能出错呢？就是啊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可是要闹笑话的。不，这绝对没错。之前曾发掘出一块大周皇朝的圣旨残片，正好保留了这大周的玉玺印章。小雪，快拿来对照。是啊，什么？2张印记一样，土字上少一横。不错，那残片我也看了，确实又少一笔。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你们串通好做的？周老，别动气，他要是还不信，我这里还有一身公主服饰，大家对纹饰了解，自然可以评判。这衣服和玉玺上的皇族纹纹一样，应该是真的。不错，确实和我们手里史料标注的一样。陈家这次可真够掉脸的。这当爹的倒是比儿子强点。爷爷，我们可是这大周的皇朝后裔，也只是有些皇朝的棱角残留传了下来。这位林先生却……小雪，你有没有觉得跟林先生来的这姑娘与咱们祖传的那位画中人很像？既然佐证充足，就请诸位回去撰写相关材料吧。老朽在此先谢过诸位了，散会。林先生，老夫冒昧问上一句，你身边这位姑娘贵姓？我姓上官。什么？周老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被察觉了吗？要是这丫头的身份暴露，那还得了？得赶紧送丫头早点回去。小雪，你亲自去查一下这位姑娘的来历。申明，我回去了，还有机会再遇见你吗？放心，不用想太多。这样吧，我再送一本神界秘籍给你。你回去了，还可以通过铜镜用神界文字找我，记住别用大周的字，我看不太懂。那好吧，申明，你送我走吧。对了，早间新闻说今天正午12点有日食，还有10分钟，你要不等看完了再走？日食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常说的叫天狗食日。什么？申明，吞日神君，来不及了！申明，快跟我一起回去！这是哪儿？我的寝宫啊！来不及了，申明，你快跟我来！嘿，你很渴吗？在房间准备这么大桶水，能装下个人了吧？这丫头在这方面这么疯狂的吗？申明，你刚才真的好威猛啊！那个，刚才的事儿千万别和别人说。申明，你害羞什么嘛？
刚才那种事我也是第一次哎。所以你看见老鼠就挠我？好大一只吗？神明，你好厉害，在我们大洲遇到吞日神君出行都要沐浴更衣祭拜的。没想到神明你看到老鼠叫的好有力，神君都退走了。那什么，看到老鼠这事儿别和别人说。神明，你帮了我这么多，之前又被那些人烦扰，要不好，我帮你放松一下。神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差点意思，我跟你说，这舞你要是在中间树根滚，衣服再少点，那就……你说嫣然因为一些莫名的东西，把自己献祭给了面神镜。公主为了替陛下解忧，拿自己和神明做交换，然后就被神明拉到镜子里了。胡说！先皇在位的时候就有妖僧惑众，你还敢胡言？公主到底去了哪儿？奴婢没有胡说。陛下，您难道还不知皇城内的水源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吗？这谁啊？没大没小的，敢在皇宫大声嚷嚷！糟了，是我皇姐！哎，原来是亲戚啊，早说嘛！我皇姐是大周女帝，她要是看到男子衣衫不整在我房中，会阉了你的。什么？神明，你怎么了嘛？一言不合就要走，我还没带你看皇宫呢。怎么了？我要保住我兄弟。不行，你先躲我床上好不好？我怕你走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那什么，咱们先当笔友，以后穿上衣服再来找你玩。那我……朕与众臣商议时，是有人禀报过此事。你是说那水与嫣然有关？那些水都是公主求来的，只是为了粮草，才有把自己搭了进去。哼，朕不管什么鬼神，若他将嫣然还来就罢了，否则……公主，快放手，来不及了！我操！神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啊。神明，你等我，等大周赢了，我一定回去报答你。谁这么大胆，敢私闯公主寝宫？皇姐，公主，太好了，陛下是公主。陛下有旨，所有人速速退下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公主寝宫，方圆10米。你说你进入了神界？皇姐，神明很好的，除了这些精米细面、食盐白糖，还有样更适合做军粮的食品，只需要热水一泡，不仅能填饱肚子，味道也堪比御厨。我大周周逢天灾人祸，百姓颗粒无收，若不能及时解决外敌围困，来年春耕百姓没种子种地，就算有神明赐福，可终究是坐吃山空。皇姐，你别担心，神明还让我带了3本神书回来，这可真是……这些字怎么都缺胳膊少腿的？你确定是兵书？皇姐，这都是神剑文字吗？神明教过些，我都给你听。共敌不如分敌，敌阳不如敌阴，围魏救赵，好一个惊天阳谋！哎，你刚才讲神界的当代阳谋九转大肠，是不是也从这儿学的？皇姐，咱们现在要退敌呢，你专注点好不好？速取传信的赤羽金铃来，大魏倾巢而出，围我皇城，我们就兵书传信镇北侯，给大魏来场菊花伤。皇姐遇害，大周亡了，神明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神明，
求你帮我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难道那丫头遇到麻烦了？要不要丢个纸条进去问一问？敌人退兵了，这丫头还真是大方。周老，有什么事吗？林小友，还记得老夫上次说的那出大周遗迹吗？记得，上次的那角正纸残片不是说就出自那里吗？怎么了？这次又有了新的发现，电话里说不清，我让小雪去接你来周家，咱们当面探讨一下。新发现，刚才做的梦那么真实，不如正好去问一下周老，大周皇朝和嫣然那丫头的结局到底怎么样了？周老，您说的那些新发现就是这些？林先生，这都是从遗迹中发掘来的，根据出土记载。这就是大周常备的行军粮。这东西是我特意为嫣然挑选的，油水大，含盐量充足，在古代那可不就是天赐的军用物资吗？林小友好像对此事并不惊讶。没，我就是有点好奇，这东西从古代埋下来的，居然没有腐烂。只可惜字迹都花了，读不到残留下来一丝一毫的信息。不过他们的制作工艺居然和我们现在几乎一样。周老，您还真是细致。不过他们有这种行军粮在战场上也可以转战迅速了，和其他朝代比起来，存在的时间应该长了点吧？并非如此，之前不是和小友提过吗？这大周皇朝也只存在了短短的32年。怎么会这样？公主不是说敌军退兵了吗？为什么一点没变？周老，这大周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？这正是我要和小友说的第二件事。之前发掘有关大周皇朝的文史，全都焚烧后的残片，像是有人要抹除有关大周的一切。倒是没想到，还有半张残页的简体字记录了大周的结局。简体字？林先生，请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有兵书，还有那些吃食，哪怕是一城百姓也够吃了。还有那位镇北侯，大周怎么可能被攻破？小友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见解？没，我刚才走神了。这上面记录了大周历经天灾人祸后，遭逢各国联盟制裁，春耕时大周百姓连种子都拿不出，神界通道消失，皇城不攻自破。上面的信息只能看到这些。不知道他们说的神界通道是什么，要是能找到更多信息就好了。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结束，不就是种子吗？周老，这是我今天拿来的一箱与大周有关的东西，您感兴趣，我愿意全都出手。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周老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您如果觉得东西不错，直接将钱打到那张卡上就行。另外还有一事相求。小友不必客气。要是周老能找另外半夜，请一定告诉我。小友放心便是。爷爷，怎么样？这林阳果真不是一般人。小雪，你给他卡上先打20亿。20亿？爷爷，您……他和上次那位姑娘绝对和这大周皇朝有所关联。上次让你查的有结果了吗？
那姑娘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，一点信息都没留下。那就去查林阳，如果真有什么古迹与大周有关，还是掌握在我周家手中为好。不就是种子吗？这里蔬果粮食共10吨，这下他们总没得制裁了吧？20亿，想不到周家出手这么大方。对了，猜来猜去，不如直接让世人过来，制裁什么我就送什么。我就不信，靠着现代文明还解决不了。黄姐，你别担心，我用这些神界语言起草文书，神明肯定帮忙。你身体不舒服，先休息一下。嫣然，这可是8个国家同时制裁我大周啊！黄姐，你放心吧，神明他无所不能的。求种子的文书我写好了，神明肯定会同意的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我们拿到了神种，能栽种活吗？什么人？黄姐，你别担心，这是神广现灵了。这就是黄姐来了。怎么换了个人？登徒子，你乱干什么？我擦！我说大姐，明明是你没站稳扑倒的我，好吧？那你也不能。至于吗？碰一下身上就这么热，都红温了。该不会没碰过男人吧？你说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要切了这无用之物。你丫有病吧？哎呀，痛死我了！我又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神明，我又见到你了。嫣然，你尚未出个淫贼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什么淫贼啊？黄姐，你是不是误会神明了？先把剑放下。什么？他就是你说的神明？黄姐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我为刚才的行为赔罪，还望神明不要迁怒大周百姓。喂，你这人变脸也太快了吧！神明，你刚才抓住的是黄姐，她从没让男子碰过，你就原谅她吧。你黄姐，那位大周女帝，那太好了，你先起来。我正好有件事要问，你是当朝皇帝，肯定比这丫头知道的多。谢神明。黄姐，喂，别碰瓷啊！我刚才可没碰你。神明，黄姐她真的晕过去了，可以把她抱到床上吗？你姐不是女帝吗？怎么胆子这么小？怎么身体这么疼？神明，这样我黄姐就会没事了吗？放心吧，发热虽然在古代是要命的病，现在嘛，一粒退烧药也就够了。退烧药？神明这种神药可以送给我们一些吗？放心，这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不过你黄姐好歹也是一朝女帝，她又受不着风吹雨淋的，怎么会发烧的？黄姐她腹部曾受了刀伤，始终不能愈合。你不早说！古代的外伤，凭那些医疗环境太容易感染了，一旦感染几乎是致命的。你做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救你，忍着点。神明，黄姐疼昏过去，怎么办啊？这只能消毒，
这伤口我也处理不了，他没有身份信息，医院都进不去，恐怕也只有靠周家。这丫头怎么还冒冒失失的？爷爷，林先生身边的那名女子又出现了。什么？可查向了她的来历？爷爷，今天还出现了另外一名，她受的伤和穿着打扮不像是现代人，怀疑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这么说，老头子对那个什么林阳很满意了？是，而且大小姐也曾多次进入那林阳家中。哼，老头子将我赶出家门，转头却接纳了一个外人。你继续在周家藏好，暗中调查这个林阳的一切消息。是，周家的一切都是我的，绝不允许落入外人手中。神明，你太厉害了！你怎么知道我们正需要种子？可是这些都是神种，只怕大周土地贫瘠，它们不能生长啊。这我早想到了，有化肥呢，就算你再贫瘠的土壤也能变成沃土。使用方法我都放进去了。太好了，他们那一帮小人知道镇北侯回朝，不敢有什么大动作，也就只敢禁止通商，防止我们拿到种子。你是说大周现在除了种子问题就没有别的问题了？外敌会不会趁机攻城？镇北侯驻扎皇城，已经接管了整座皇城的守卫工作，有他的威名在，别人不敢来攻。整座皇城，这个什么镇北侯靠谱吗？他接管了，要想叛乱，那可是……你别乱说，神明你放心吧，镇北侯小时候受过我父皇的救命之恩，父皇收他当了义子，肯定不会造反的。有点防人之心总归是好的。这是无人机，能让你在皇宫内就可查看宫外情况。这是使用说明。多谢神明搭救，等我和嫣然解决了百姓的问题，自会传下皇位。我二人来神界，给神明为奴为奴。为奴为奴就算了，这个世界总要安全些。神明，你等着我们。爸，这两件事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就算周家收了他几样东西，但那废物就是个孤儿，周家能一直护着他吗？孤儿？你知道因为这个孤儿我们陈家搭进去多少吗？蠢货！可是，哼！从今天起你就开始给我闭门思过，再让我知道你给我陈家招祸，我打断你2条腿！什么事儿惹得陈四叔这么大动肝火？周少，怎么被周老赶出江州后，还有空来看我陈家的笑话？陈四叔何必这么大的火气？我这次来是谈合作的。合作？我不过是往海外倒腾了几件文物罢了，老头子就把我踢出族谱，咱们两个的战线该是一样的。那周少只怕是回来迟了。那林阳已经得到了周老的认可。那林阳怪会花言巧语，周雪小姐同样是被他给迷住了。对，只怕是那废物也等着入赘周家，当新一代的周家画之人呢。做梦！周家只能属于我。那不知周少想怎么做？我陈家愿意全力配合。只要陈家肯帮我把老头子骗了，我拿下了周家，那个废物随便你处置。周少，这筹码可太小了吧？您还不知道吧？我在周家插了一线，那林阳身上可藏有个大。黄姐，农耕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？你怎么还是整天闷闷不乐的？铜镜赐福的事情，不知道是被什么人知道了，还散播了出去，各方虎视眈眈，不知道是福是祸啊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嫣然，怎么了？黄姐，
这无人机上显示有个黑影从我的寝宫离开了。什么？就算是皇宫进了此人，去你的寝宫做什么？铜镜。公主不好了，铜镜不见了。经过这次，大周的危险因素也被基本排除了，只等他们将局面平定下来就可以了。周老，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？林小友，不是说找到那上半夜后一定要告知你吗？什么？您真找到了？其实上半夜也没有多少，只写了5个字：镇北侯叛国。什么？各种方法都试上一试，至少让他们对这个镇北侯有所提防。这字迹怎么变了？之前和嫣然说过，铜镜中有简体字，难道大周失手了？怎么样？林阳手机中的窃听程序一切正常，只不过看他的移动方向好像是我们这边。爷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经过窃听，基本确定了，林阳手中的铜镜能连接我周家祖上的大周皇朝，这样他拿出那些宝贝也就说得通了。只是这样一件宝贝，还是落在我周家手里比较好。您想抢过来？屋里遭贼，东西一时无法追回，这些事儿也总是有的。周老，林先生来了。什么？林小友，你想要军火？这要是被人知道了，可是重罪。周老，我真有急用，如果您不能帮我，那我只能到黑市去求。慢，我周家承诺过，只要小友愿意，我周家愿意帮这个忙。只是不知道小友需要什么。这是我要的清单，还有这张卡。小友放心，这些东西我会派专人送到小友府上。多谢了。他这是想建立一个弹药库吗？爷爷，这件事你怎么能答应他？我这是想做2手准备，一来卖他个人情，将来就算事情败露，也不至于撕破脸；二来有件把柄捏在手里，总要安心些。可是，行了，这件事儿你就不要管了。你派人盯好林阳的别墅，一定要找到那面镜子放在哪儿。爷爷，还有一件事，周印回江州了。这小王八蛋，当初把祖宗的宝贝卖向海外，被我教训后，居然想毒害整个周家，卷走家产。他还敢回来？能贯通2界的铜镜，靠谱吗？陈四叔，你想想，就算我扯谎，也总不会拿这种来诓您吧？如果真是一面铜镜的话，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。你确定？曾经在孤儿院的时候，我听那位封院长说过，铜镜里藏着一个世界，只是当时大家都以为他讲的是疯话，谁都没在意。行了，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先把这铜镜拿到手再说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盯着我？错觉吗？杨微微，你来做什么？林阳，我知道错了。该死！以前这废物跟条狗一样，随便招招手就来了，现在他敢躲开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林阳，我之前都是被陈天豪蛊惑的，现在我已经离开他了。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吗？我也只是犯了个女孩都会犯的错。看在我们都是孤儿院一块长大的份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还敢提孤儿院？当初你们把孩子们赶走，强拆孤儿院和院长房子的时候，你有想过自己也是孤儿院出来的吗？林阳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还是很爱你的。这别墅我搬过来和你一起住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对2手货不感兴趣。林阳，你就这么不念旧情吗？我可是陪了你3年，现在有钱了就想把我甩掉？你滚不滚？真是该问问这帝王园的安保工作，什么妖魔鬼怪都能放进来。该死，这废物怎么翻身了？要不是陈少让我来打探情况，我至于这么低声下气吗？哼，林阳，你等着，说到底你也就是个孤儿，
没了周家撑腰，我看你拿什么和陈少比？没拿到镜子，你回来干什么？陈少，那废物不肯让我进去，我根本没有找镜子的机会。没有机会你不会找吗？你已经拿到他的房门密码，他总有不在家的时候吧？行了，我们现在的重心都在引周家上钩，而且那小子肯定对我们有防备，只能让他去打感情派。你都听到了，能去接触的只有你一个，要是拿不到，你也就不用再回来了。哥几个辛苦了。林先生不用客气，我们也是照吩咐办事而已。这是您的银行卡，任务完成，我们就告辞了。嘿嘿，好东西，都是好东西。该死的林阳，都是你害得陈少改变了对我的态度。等周家倒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有这些装备，我就不信整个古代有谁能浪过我。试试，如果回不来，在古代弄个王爷驸马的当当应该也不错。废物果然还是废物，一件宝贝就这样丢在地上，没了这镜子，林阳，我看你还怎么翻身。嫣然，嫣然，黄姐，神明是我先看上的，你后入门，咱俩各论各的。我喊你黄姐，你这丫头整天在想什么啊？嫣然，黄姐，我们不是在镇北侯庆功宴上给无良皇兄庆功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看来皇城内侵入的奸细隐藏太深，连你我也不曾察觉。奸细会是谁？也不知道镇北侯怎么样了。要是他也倒了，恐怕大周就危险了。魏仁臣，是你搞的鬼？呵呵，堂堂大周女帝，也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成为阶下囚吧？你卑鄙！哼，少废话。说，这铜镜传出来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嫣然，你怎么了？好耍花样！整个大周已经失陷，不会有人来救你们了。胡说！有镇北侯，我大周绝对不会。镇北侯，上官丹凤，你还真是蠢得够可以。你什么意思？皇姐，这纸上是神明对我们的告诫，让我们小心镇北侯。无良皇兄这不可能，他可是父皇拿命救回来的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无良，你真的背叛了大周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本就是大魏王朝的人。什么？阿良不必说那么多，逼他们把沟通铜镜的方法交出来。你做梦！神明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要是真的有什么神明，你们还能被擒到这里？最好赶紧把方法说出来，省得受罪。我的好妹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要是还不肯交出沟通方法，你最在乎的皇室尊严可就不复存在了。你想做什么？一群男人还能做什么？交出沟通方法，我们叔侄不介意帮你们舒服舒服。你们敢？皇叔，他现在还拿着女帝的架子威胁咱们，说那么多干嘛？不如直接……你混蛋！神明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那神明会不会显灵，把你们救走。妈的，谁敢闹事？不知道他俩是我招的吗？你是什么人？太好了，皇姐，是神明。神明，
你快走，这里是大魏皇城，等被包围就晚了。怕什么？有人不守规矩，老子就给他一发入魂。小子，没听见我皇叔的话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叫我什么？简民，你什么身份？我堂堂大周镇北侯大魏皇族，你敢对我动手？你叫我什么？你找死！阿良，当个汉奸这给你嘚瑟？你用了什么药法？别忘了这是在我大魏皇宫，你休得放肆！哦，你威胁我？哼，我皇叔乃是大魏的王，你凭什么身份敢这样大言不惭？就凭这个？神明，让人先把铜镜带来，不就是8大古朝吗？把这解决了，一个一个拜访。神明，你简直太厉害，一个人就能横扫6合。有了这8国低头的盟约，也足以保大周百年安宁了。什么盟约？说到底也就是一张白纸，最后比的还不是谁的拳头硬。陛下，公主，铜镜里钻出一个人来，被侍卫控制住了。可是他说他认识神明。什么？人在哪？马上带过来。周老，这到底是什么回事？你怎么会从铜镜里出来？说来惭愧，都怪老朽贪图小友的宝镜，因此上了周印那不肖子孙的当。小雪，你说这个女人从林阳家离开后，林阳便彻底没了踪迹？爷爷，全都查清了，这个杨薇薇和林先生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长大的，而这孤儿院的院长就是铜镜之前的堂主。这么说来，铜镜的秘密他也是知道的了。既然有人动手了，对我们来说倒也是个好消息。爷爷，这件事儿你就不要管了，恶人让爷爷来做。我们既要将铜镜拿到手，也不能把这个林阳完全得罪。周印，是你！爷爷，这怪不得别人。事已至此，签了这份协议，我便放你。你小子，你以为靠这张纸就想拿到周家？别忘了，你被踢出族谱的事情，整个江州都知道。爷爷，你也太小瞧我了。打草惊蛇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你觉得我会做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不过是一份对赌协议。如果周家不能在1个月之内筹集到100亿流动资金，整个周家便由我周印接手。凭我们之间的恩怨，我想江州各大家族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帮老爷子摁下手印？别说孙儿无情，我和陈四海说好了，在拿到周家之前，铜镜留给你研究，就当满足你的遗愿。唉，100亿的对赌，周家账上顶多再能拿出20几亿。老夫失踪的消息恐怕已经被他们宣扬出去了，余下的80亿，想在10天之内凑全，只怕是难上加难。要是再带您回去，也讲不通吗？商人多重利，周印和陈家搅动，想守住，只有赢下这场对赌。还有办法。陛下，你派人找上几位最重信义的世家扶持，不求回报，只要求他们留下一条子训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去办。周老，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，您还是先留在这里，剩下的交给我和嫣然就好。不过还需要您写上一份继承遗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，如此就多谢小友了。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人是怎么没的？周少，我们寸步不离，他好像是突然不见的。我们听见响声，打开门的时候，只看到这铜镜掉在了地上。一群废物！周少，先别管这事儿了。商业峰会召开，周雪孤立无援，
只要我们过去再点上一把火，就算那老家伙出现，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。你们两个给我仔细查找，就算把这里翻个底朝天，也得给我找出那老家伙消失的痕迹出来。什么人敢偷偷闯入周少的房间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这个和平的世界啊，我这东西只能当个摆设了。少废话，赶紧老实交代，你们为什么要偷偷潜入这里？你们和周家什么关系？那个周老是不是你们带走的？我最烦回答问题了。嫣然，哟，还挺结实。老实交代，就这点东西。那个周印去什么商业峰会干什么？因为江州各大家族对周大小姐发难，周少想去再添把火。周老猜对了，他们果然要搅浑江州的水。嫣然，我们走。宝贝儿，什么杀人灭口？我们只是想让你在国外深造而已，以后会有回来的机会的。蠢货，周少可是答应事成之后让我娶了他的妹妹周雪。至于你，准备一辈子留在外面吧。废物！你还没死？边儿去！今天没工夫搭理你。站住！你以为这还是之前的江州？过了今天，我保证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怎么傻帽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？懒得废话了，嫣然。诸位都与周家多少有些生意往来，我今天代替爷爷来出席，为的就是谋求个家族的共同发展。周小姐，这话不对吧？整个江州谁不知道周老那才是周家的话短。陈家主说的在理，周家虽然是江州的企业龙头，可有传言说周老失踪了。没错，他老人家要是不出来说两句，谁能证明周总说的这些一定能实行呢？你们看来周老失踪的消息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那周家的继承人也只能落在长孙的头上，可轮不到你一个丫头做话事人。陈四海，你别忘了，我爷爷只是暂时离开，他周印被剔除族谱的事，整个江州谁不知道？就算有人接手周家，那也轮不到他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从荆州赶来也是为了帮爷爷。既然想促进整个江州的繁荣发展，我做主给在场的诸位让出5成利。周印，你住口！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敢以周家的名义开口？周少自然是以长子长孙的身份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周大小姐能拿出你是周家继承人的身份证，我和周少立马拍屁股，对吧？说的在理。周老失踪，要是没有提前交代，按咱们的规矩，肯定是要先看长子长孙。周雪，我毕竟还是你兄长，如果爷爷把周家给了你，就把证明拿出来；要是没有，周家的决定还轮不到你来做。你们，周总，这终归是我们江州的商界规矩，你不能证明，那也没办法。谁说不能证明？阿浩，你们敢对我儿子动手，快把我儿子抬去治疗！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再说了，谁让他喜欢给别人当狗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这峰会指手画脚？来人，赶出去！住手！林先生，不用说了，周老已经把一切告诉我了。
您人之常情，我能理解。周老我已经安顿好了，他的安全你不用担心。哼，周总，今天是我江州的商业峰会，论的是江州的未来发展，可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进来。你想先坏了规矩？林先生是爷爷的忘年交，我周家认可，要请林先生做顾问，怎么不能来？你什么顾问？我怎么没听周老提过？你算哪根葱？论年纪论资历，周老用得着跟你汇报？神明，他就是拿夜壶当酒杯的那人吧？脑子肯定不正常。你，陈四海，你先管好你陈家吧，我们还用不着天天拿夜壶饮酒的人来指手画脚。行了，周雪，原来这就是那个废物，你以为就凭他就能左右今天的结局？你算是说对了，这里有周老的亲笔信。什么？周家全由周雪小姐记住，不孝子孙周印早已赶出周家，与旁人无异。这不可能！白纸黑字，还有周老的签名手印。周少要不要送去机构检测？我见过周老的书法，这虽然换成了蝇头小楷，但看字迹绝对没错，是周老亲笔。有签字有手印，周老失踪，他们也做不来假。你绝对不可能！周老早就失踪了，而且你怎么可能有亲笔传到你手里？喂，你夜壶用多了，伤到了脑子了？没听见说那老头和神明是忘年交吗？这东西不给神明，还给你啊？哼！你哼什么哼？说的好像对我和周老的行踪了解挺详细的。这事儿就是你们两个干的吧？周印，真的是你？他放屁！我有这份对赌协议在，还用得着对爷爷动手？只要周家10天之内拿不出100亿的流动资金，便将周家抵押给我。什么？10天拿到上百亿的流动资金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诸位，看来我们江州日后的龙头就是周少了。诸位放心，以后有我周印在，绝对能保住诸位的荣华富贵。当然，需要你们先表示一下诚意。我李家愿为周少马首是瞻，江州王家一样，还有我江家，我刘家。好，你们。周总，别着急，不过是些墙头草，现在就当是刮骨疗毒了。早去总比晚去的好。可是，周家易主，周总看着很不甘心啊。那你可以选择听从周少的安排，和我儿子联姻嘛。你做梦！周雪，你现在还抱有幻想吗？当然，如果你肯把这废物丢出去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再给你个机会。你休想！我绝对不会让周家落到你手中。好啊，那我等着瞧。还有你这个废物，敢觊觎周家，你所依靠的周家现在落到了我手里，我会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你早晨都不刷牙吗？口气这么大！废物，事到如今还看不清形势，没了周家撑腰，周少也是你能抗衡的。不是你俩咋就那么自信呢？周家是你说没就没的，别忘了，要是我们能拿出钱，你周少付出的代价可不比这少。哈哈哈哈！我听到了什么？你能拿出这些钱？蠢货！不能买卖不动产，想凑足上百亿流动资金，恐怕要集合江州的所有企业也才刚刚过线。你问问他们愿意给你吗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靠着周家的声势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了。废物！你在我眼里连条看门狗都算不上，却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。滚过来磕头求饶我放你，否则就别想竖着你。周印，这是你和周家恩怨，跟林先生没关系。那怎么办？我就是看这废物不爽，让他长长记性。你神明，这家伙也太臭屁了，要不我替你给……不用，不就是下跪吗？又不是没见过。林先生，这次是受周家连累了，您就直接走。周家还没倒，这里也不是他能为所欲为的。放心吧，周家肯定没事。有时间还是先想想怎么接手这小子在荆州的分号吧。还敢大言不惭！来人，这废物要是膝盖硬，就帮他跪在周少面前。谁敢？不用担心，下跪嘛，简简单单，哪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？
林先生，怎么了？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是不是怕跪下的姿势不标准？嫣然看好了。神明，你放心，我仔细看着，不标准我就帮着调整。你们好啊，倒是小瞧你，这样只要能磕上3个响头，我保你下辈子荣华富贵。3个，我尽力试试吧。哈哈哈哈，软骨头一个，周雪，这就是你看中的道人？动作标准，态度不行，扣分。找死！林先生，小心！我操，这么强！老婆，救我！什么？这给我吓得小心脏扑通扑通的，下次要早点的嘛！神明，这大庭广众的，叫的人家多害羞啊！该死！你算不算男人？居然偷袭！周少，别装死啊！我还没用力你就倒了，这死活的东西，给我把它拿下！给我住手！我周家还没倒呢，全都给我退下！废物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不就是这个女人很能打？等10天后我接手了周家，我要让你在江州没有立足之地。确实不能得意太早，你要是输了更糟。荆州和江州都没有立足之地了。牙尖嘴利，10天之后，请诸位到周氏酒店宴会厅，见证我接手周家的发布会。周少说的是，到时候只怕这废物被吓得屁滚尿流，滚出江州。你们周家都喜欢这么臭屁。你他妈给我回来！你说什么？爷爷到了古代，那铜镜的传言是真的？嫣然，写完了吗？好了。这是神明，我累了。上官小姐，我让人安排了房间，可以直接去休息。都是老夫一时贪念，造成了现在的祸事。小雪无事，也是多亏了小友以德报怨。周老，您言重了。当初鉴宝大会要不是您出手，哪有我现在啊？小友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更是帮小雪守住了周家。以后周家行事，全凭小友做主。周老真不用这样，时间紧迫，您还是先和我说计划的实行情况吧。计划？不是去到了古代吗？还能实行什么计划？也没什么，就扶持了些人，让他们传了些家训下去。离开前，陛下让告诉小友，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多找了些讲信义的家族。这样也好，行不行？只能等10天后看结果。可是林先生，峰会上您算是把周印得罪到底了，要不您还是先离开江州吧。小雪说的没错，我这个孙子睚眦必报，周家要真到了他手上，肯定不会放过小友的。周老，您回来了也没法改变那份协议吗？唉，身份复杂呀，名义上还是我孙子，而且没有证据说是他逼我签的那协议。周总，周家目前的状况呢？爷爷失踪，被人大肆宣扬，公司股价震动。经过这次峰会，有的更是直接撤资，周家的产业几乎停滞了。果然是群见利忘义的小人，曾经那样表忠心，等过了这关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周家虽然说是市值1000亿，可都是虚的，除了不动产，能拿出来的资金只有20几。和我预想的不错，剩下80亿的亏空，别说10天，怕是再延长1个月也没有办法。树倒猢狲散，
目前能快速累积资产方法也都受了限制，恐怕……那这么说来，只能让嫣然再拿些皇室珍藏出来卖了。小友不可，大量古玩流入容易贬值，而且这些东西来路不明，容易惹人怀疑。爷爷，那怎么办？你别急啊，经过小友这么说，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不过这次全要仰仗小友和公主了。周老，您说的是谁？荆州现金王金大彪。爷爷，这个人我知道，虽说他是现金王，可严守祖训，节衣缩食，做事谨慎，怎么可能帮我们的忙？说的没错，不过这人还有个怪癖，不爱古玩，却也收集有关大周皇朝的东西。上次遗迹开掘，他还亲自来过2次。周老，您是想用古玩做突破口，让他对周家施出援手？什么？他带人去了荆州？周少，荆州有人能帮周家吗？金大彪。周少，这金大彪是什么人？陈四叔，多余的话不用说了。我知道您家里有件近乎完整的祖传宝贝，是不是大周的？是，不过这个金大彪可是个现金王，凭我对老头子的了解，他们肯定是去找他的。只要陈四叔能将这宝贝献出来，不仅能阻断他们的求援，我们还能多一位盟友出来。周少，这……陈四叔，我可是答应了拿到周家之后，将江州的市场份额赠与陈家1半的。关键时候你可不能掉链子。申明，你让我把黄姐的玉玺又偷出来，真的不怕我被黄姐打死吗？嘘，电梯来了。废物，你果然会来这儿，可也不看看这种地方也是你们能来的啊！陈会长，你们认识？一个江州里的杂碎而已，我跟他可不熟，只是不想他脏了金总的地方。俗话说得好，好狗不挡道，你丫怎么次次都挡道？住口！你是什么人，敢骂金总的贵客？你们金总品味这么差吗？找个拿夜壶当酒杯的做贵客。废物！上次动我儿子的事还没给你算，还敢骂金总，还以为会有人给你撑腰。小子，你也不看这是什么地界，敢在这儿说金总不是，活腻味了！别误会，我们是来见金总。哈哈哈！见金总？你们2个算什么东西？有这个资格吗？像你这种……住口！你再敢当众污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什么污蔑？都忘记是谁没脸没皮，钱都输了，现在当不认了。你行了，这里不是给你们吵架的地方。想见金总，得先有预约，你们有吗？刘助理，你还真信他？别忘了他之前说金总的话，我看他就是来这儿闹事的。有这回事儿？所以可千万别让金总看见。我靠！陈思海，你这个小人，有本事把话说开了！不用了，保安，把这2个闹事的人给我赶出去！我本来不想出手的，何必呢？哇，神明，我就知道你是深藏不露。那是，再看这条白鹤亮啊，这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人多还怕他一个，再不给他赶出去，我扣你们工资！我操，你们这……嫣然，你上。又是我。还是这东西好用。无敌终究是太寂寞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蠢货，真敢在这儿动手，驳了金总的面子，我看你们还怎么求他！敢还手，你这是在挑衅我们集团的权威吗？拜托，是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听见了狗叫就赶我们，防卫下还有错了？哼！你
怎么乱糟糟的？干什么呢？金总，金总，都是……哎呦，陈会长，你还没走，这太好了。金总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走，咱们上去聊。你送我的这个大周青铜尊和我了解的有些不一样啊，这饮酒器的新差异，说不定能挖段大周的新历史出来。你们两个笑什么？金总不追究已经是宽宏大量了，你们别不知好歹。金总，青铜尊的事儿一会儿您尽管问，只是有些来闹事的闲杂人员，还是先清理的好。怎么回事？没听见陈会长说的吗？还不把人赶走？金总，我赶了，可是……两位，这总有个说讲吧？我金大彪虽然是好脾气，可也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主。我们来请金总欣赏珍藏，怎么说都是一番好意。可我们刚进门就有人受了蛊惑，对我们动手，正当防卫一下，不过分吧？那两位刚才是笑什么？金总别误会，我们是笑一件青铜尊。青铜尊？对，上面还刻了字。两位，借一步说话。金总，陈会长别这么小气嘛，好东西不怕让人看，咱就当给他们长长见识。我这个人其实对古玩没什么兴趣，但是因为有祖训在，我就对这个大周皇朝有些好奇。还真是这玩意儿！我警告你，这是在金总的地界，你一个小辈儿少在那胡言乱语。陈会长还挺有新意，对金总投其所好，恐怕是有所求吧？哼，算你识相。哎，看宝贝就看宝贝，不讲其他的。林兄弟有什么看法？我看啊，这陈会长是对金总你大大的不满啊，这比骂的都脏啊！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想挑拨我和金总的关系？拜托，你送个夜壶让人家当饮酒器，还用得着别人挑拨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放屁！金总，您别听他们挑拨离间，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蒙您呐。他们本就跟我有仇，今天就是来闹事的。陈会长也说的在理，这么做被发现了，对他没好处。你们要是想利用我报仇，那可是打错了算盘。金总，这就有所不知了。他用的这招虽险，但胜算却大。一旦取得了金总欢心，让金总在10天内不与任何人交易，他便赢了。就算被发现，日后大不了不来荆州不就行了？那你们又怎么证明这东西是假的？发布会已经证明过了。发布会？上月中旬，江州召开的大周遗迹的发布会，金总不知道？哎呦，是周家那个吧？拿遗迹我去了不下3回，好东西都见过了，那发布会就没在意。没关系，我这儿有回放。我说陈四叔，你到底怎么搞的？稳赢的局面还能让那废物给翻了盘？要是金大彪注资，周少，你放心吧，就算没有达成交易，金大彪也不会给人注资的。为什么？上次我听他大概提过，金大彪说有家传的祖训，所有的钱财不能随便外泄，只等将来某一天帮一个人渡过难关的。说的邪乎，还不是不见兔子不撒野？什么祖训都是借口，传承多少年的东西，他能坚守住？说是一种信仰。祖上受过皇封，定的是个最诚信的家族，他不想这祖训破在自己身上，要不然他堂堂的现金王和他打交道的也不会都叫他铁公家了。这样最好，少了他的帮忙，周家就会多几分绝望。林兄弟，你这都不知道让我怎么感谢你了，不仅帮了我大忙，还将这价值连城的大周玉玺送给我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保证答应。金总仗义，其实我不是想为我求什么，只想请金总给一个家族注资，当然这笔钱我们绝对不会让他有什么闪失。这东西我怕是没福消受了，有祖宗家训在，最近这段时间我的钱全不能外泄，只能给一个人留着。祖训？你祖上曾与这大周皇朝有关？不错，受过皇恩？你们调查我？金总别误会，只是没想到我们之间好像有点渊源。
李先生，他答应注资多少？这个，小雪，不要再问了。毕竟金总脾气古怪，做事谨慎，就算是投其所好，可时间太紧了，想打牢关系实在是不容易啊。这位金总和周家有些渊源，也没办法，其他人恐怕也只会等周家倒，好吞并江州市场。想不到我周天正纵横商场半生，到头来因为一时贪念，栽在了不孝子孙手里。周老，我还没说呢，你们两个这么悲观干什么？林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们毕竟是他们的后裔，咱们的关系多少也沾了亲，这要是让那孙子占了便宜，我多没面子。虽然之前没给人当老祖的经验，不过有神明在，周家肯定不会出事的。周少，这发布会的各大名妓我都联系好了，只等明天你就能接手周家，成为新任的江州龙头了。最近这些天有劳陈四叔了，等我拿下周家，答应的那些事绝对不会忘。无知小辈，以为拿出一般的市场就能指使我陈家当牛做马，那周雪可不是轻易服输的人。等明天你们闹个两败俱伤，这江州的份额还不只属于我陈家。周家人还没到，看来是钱没筹到钱，周家真的要改朝换代喽。谁能想到周老爷子英明一世到老糊涂了，答应那样的对赌协议。说到底也是他周家自己的恩怨，没想到搞自己的孙子没搞成，反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既然诸位都到场了，我宣布周少接手周家的发布会正式开始。既然周家的人想当缩头乌龟，那还请诸位做个见证，省得日后他们死不认账。谁这么没公德心，大老远的就听人放屁？林阳，你还敢来？可不止林小友，还有老夫。什么？周老不是说失踪了吗？难道是周家特意放出来的烟雾弹，想趁机给我们重新洗牌？怎么回事？周少这些天不是由你负责搜查老家伙的踪迹吗？你说他人间蒸发，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哼，就算你们都来了又怎么样？这对赌协议可还在我手里呢。你们要是拿不出钱，可守不住周家。周印，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！爷爷都和我说了，这协议明明是你用卑鄙手段搞的鬼。还想不认吗？别忘了，爷爷的指印可还在盖在上面。哼，老夫可没有你这种不孝子孙。周老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毕竟这白纸黑字在这放着，您自己老了糊涂忘事儿，可别冤枉了周少。不错，说我用了卑劣手段，你能拿出证据吗？行了，小雪，别和他们多费口舌。我已经将周家交给了林小友，你想对赌，有林小友奉陪。你把周家给了他？没错，你想赌，我陪你玩。哈哈哈哈！废物！我看你真是蠢的不可救药。现在周家就是块烫手山芋，别人躲都躲不及呢，你还骄傲上了。想不到周老也玩这手，这小子想捡漏，却不知道要替周家背上几十亿的债务。这算什么？夫妻还大难临头各自飞呢。这小子自己蠢，等着下半辈子后悔去吧。你们乱说什么？我们能把周家给林先生，就不会害他。没错，你们也好意思对神明指指点点？周雪，到现在了，你们还大言不惭。要是真有办法，你们会让这废物来背锅？周少说的是，还神明？哪来的神经病？哎呀，你敢骂本公主！淡定，淡定。不好意思，最近动手有点多，习惯了。废物，你少在那拖延时间，放聪明点，给本少下跪磕完谢罪，双手把周家送上。我可以考虑给你留线生机，否则能别臭屁吗？发布会定的10点钟，差几秒时间，你嘚瑟什么？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荆州金石集团金总到。金总，我们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您今日是来帮周家的？井水不犯河水，哼！你让陈四海给我送夜壶的账，我们慢慢算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周少，我这可都是听你的吩咐办事。陈四海，你这是想祸水东野？你陈家好趁机捡漏吗？周少，咱们的事情还是慢慢再聊。毕竟金总人还在这儿，你要是怠慢了，
别说要接手的周家出问题，恐怕你荆州的产业也会受影响吧？你们周家的恩怨我不管，和我的账也等过了今天慢慢算。我过来只是为了找个人。这位可是荆州的企业龙头，要是得到他半点青睐，还不随便让江州变天。这里还有什么大人物要来吗？居然值得金总亲自过来。金总，我们这发布会到场的人全来齐了，不知道您想找谁？请问诸位，哪位叫林阳？什么？金总不用看了，我就是林阳。哎呦，林兄弟也在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就是林阳？不可能！金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废物怎么可能是您要找的人？难不成还有其他叫林阳的人？我金家祖训，2024年10月28号，江州周氏大酒店上午10点发布会，以皇朝玉佩为证，赠与林阳80亿。林兄弟，我金家最重信义，代代相传，没想到就是你。其实我们当初也没想到这么巧。上次你早说啊，早知道你今天来这儿，我不就答应了？那玉玺我可不退了啊！哈哈哈哈。金总，他就是个孤儿，怎么可能会您祖上有关联？没错，不是说要皇朝玉佩吗？神明，我贪玩给忘了。黄姐说过，让我把这个交给你的。不错，就是这种纹路，我金家的祖训上有它的拓印。什么？林兄弟，老金我从不信鬼神，但是今天看了你还有我祖训所交代的，让我不得不信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快，我柳家最重信义，这堵车都给我耽搁了。你还说就你柳家的车队给我们堵的。已经开始了，不知哪位是林阳？青州杨家赠款80亿，幽州严家赠款80亿，我并州何家一样。什么情况？商界的4大龙头都来了，这林阳到底什么人啊？每家都送80亿，周少这稳赢的局面，没想到也能输。好不容易拼出来的家产，这次倒全搭进去了。凭什么？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！都是你！周印，你就认命吧，这辈子你也别想再翻起什么浪花了。今天多谢几位了，嫣然，把他交给周老处置吧。至于陈家，以后也没必要在江州留着了。啊！神明，你这么着急喊我干嘛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无聊，想带你回去体验体验当个王爷驸马的感觉。想当驸马还用回去？